马王堆汉墓出土的4个颠覆三观的文物，不仅揭露了道家失传的技术，还有道家失传的思想。第一个呢，不腐女尸。辛追夫人的尸体历经2000多年不腐不烂，刚出土那一瞬间栩栩如生，就如同刚睡着了一般。不仅皮肤具有弹性，头发也是乌黑亮丽，现在看到的样子是出土氧化后的结果。我们都知道，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的丞相利苍的家族墓。陪同下葬的呢，除了利苍和他的儿子利熙，第3位就是这位千年不腐的老太太辛追夫人。生前她是利苍的妻子，就算是用到现在的科技做到这种2000多年尸体不腐不烂，除非用到冷冻技术或者是掏空内脏做成木乃伊，除此之外啊，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可2000多年前的古人却做到了。而惊奇的是呢，在辛追的胃里还发现没有消化完的瓜子，所以推测辛追夫人是突然去世的。而且这种保存尸体的技术也是在那个时期道家常用的方法，如果用特意的准备，也不会在胃里发现没有消化完的食物。日本曾经想用天价换取辛追夫人的1寸头发，美国想用月球的土壤换取辛追夫人周边的木炭血，可都让中方的考古队给直接拒绝了。第二个呢，肃杀单衣。辛追夫人生前这2件肃杀单衣一件重48克，一件重49克，折叠起来可以放进火柴盒里。马王堆汉墓1971年被挖开，后来上面就下令要求当时的国内纺织技术来制作完成这2件衣服，可做出来的重量呢却达3倍之多。这才发现我们现在的蚕丝和汉代的蚕丝不一样。汉代的蚕到现在2000多年已经早就不是一个物种了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考古学家也是费尽了心思，花费7年的时间培育出汉代一样的蚕，可制作出来还是重达59克。而马王堆汉墓里的肃杀单衣，如果再去掉衣领和袖口，也只有24克，这就一点都不解了。看来2000多年前制作这2件衣服的同时还是用到了我们没有的技术。第3个，五星占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非常的多，总共有12万多字。这其中有一本呢叫做五星占，五星占中详细记载了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的运行规律，和今天的数据做对比580天只差0.43天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详细的记载了29个彗星的名称和周期的样子。我们都知道就算是用我们现在的科技来观察29颗彗星的运行周期，至少也需要400年的时间，而古人居然做到了。更可怕的是这些彗星的样子是21世纪用现代科学家望远镜才观测到的，和古墓出土的帛书上的图片做一下对比，竟然高度完全一致。这就是在说明我们的历史存在着严重的退步，也更加证明早期的道家就已经拥有着观测天文彗星的技术和方法。看到这里，法国人的书中说，从天文记录上看，中国人的历史绝不止5000年。更意想不到的是五星占中我们能读懂的内容非常的少，也就是运行的规律、彗星的样子，但这都是帛书中的一小部分。这本书的重点是道家失传的占星术和一些预测的方法，而这些呢早就已经失传了。第4个，失传道家的思想。我们都知道道家它一直都很神秘，但是后人怎么也读不懂道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而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老子5000年的内容，也就是帛书版《道德经》，经过翻译和破译之后几乎惊呆了所有人。因为帛书上的内容和流行版《道德经》竟然完全不符，其中800多处关键的内容，超过700多处被恶意的篡改过。马王堆出土的叫《德道经》，德在前，道在后。德是人的修为，道是自然的规律，虽然只是顺序不同，但是意思也是天差地别。德在前呢，更注重的是人的修为，其次要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；而道在前更注重的是天道，其次是人的修为。说白了，老子主张人定胜天，而不是所谓的听天由命，这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。再比如我们的书上写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而帛书上写的是上善治水，水利万物而有静。原来老子的意思和不争逃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读的《道德经》中还写曲则全，枉则直，而帛书版却写着曲则进，枉则定。原来老子也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，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。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呢，是篡改《道德经》的统治者。我们的书上还写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而帛书上写百仞之高始于足下。有人会问了，这里有什么不同呢？你要是细品这2句话，你就会发现这种改动实际上就是弱化了方向的选择，而强化了行动的实施。类似于无论什么方向，有点像把驴子蒙上眼睛，而告诉他你只管前行。百仞和千里呢，一个讲的是高低，一个讲的是远近，看似无差，它其实不然。如果方向不对，努力是没有用的。所以高低它很重要，如果一个错误的方向又坚持得很远，不如放弃远近而重新规划新的方向，才能达到一个进阶的目的。还有我们的书上写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而帛书上写的持今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这就妥妥的是一个反义词了。
原来老子可没有说什么以史为鉴，而是讲的是实事求是。帛书版《道德经》和现代版《道德经》区别很大，几乎每一章每一句它都不一样。而《道德经》之所以被篡改呢，是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，他不希望普通人都能拥有大智慧，而是用儒家思想来愚民，彻底封杀墨家思想，让人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彻底消失，再将老子的道篡改成不争无为、遵从天道这种思想来固化底层民众。因为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人要分等级，构建等级社会，士农工商，男尊女卑，然后再提倡呢，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，提倡信命，让贫苦百姓家出生的孩子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，祖孙三代世世代代都是贫苦百姓，而贵族他永远都是贵族。然后呢，再篡改《道德经》，让底层人永远都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。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，服从是不争做人的大道。所以从汉朝到民国这2000多年的历史，根本无法调动起底层老百姓的积极性，荒废生产，无法创新。贵族士大夫阶层呢，贪图享乐，这才是一个1000年历史不进步的根本原因。说白了，就是统治者搞等级分化，拉开贫富差距，导致科技生产都无法进步。自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道家的真相，公开了道家失传的技术和思想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真正的文化是强悍的。所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5000言，专家坚持一定要出版，但是名字呢，唯独还要叫做《道德经》，因为谁也不想打破这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。但是内容呢，都是马王堆出土的真正内容，它不仅印刷很好，内容很全，最主要的是每一页都有篡改前后的对比，还有翻译。这本书建议大家一定要收藏一本，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